小白花参加职场综艺，趁我出差时与节目组占用我的身份接官司委托。开庭当天，小白花磕磕巴巴，毫无头绪，让一位被校园暴力的孩子没得到应有的公平。他的母亲崩溃抑郁，此事闹大，小白花却和节目组统一口径，我们节目组是合法的，许巍律师收了我们的钱，他说我们想怎么接案子都可以，这次只是我好心办坏事，我也不想等。网友纷纷夸赞，他人美心善，就网暴我，说我是无良律师，还在我的律所门外聚众闹事。可隔天，我一纸律师函将小白花和节目组告上法庭，笑死和我玩法，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我在律所通宵熬夜查资料，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才睡着，没想到刚眯着，秘书连门都顾不得敲，就撞开了我的房门。许律师，不好了，我们律所门被人堵了。从业10年以来，大大小小的官司打有上百起，得罪的人不在少数，往家里寄死老鼠和恐吓信的也见过几次，但这么猖狂的还是头一次。慌什么？外边有多少人？知道为什么是来的吗？大概20-30个吧，说您收了节目组的钱，授权给刚毕业的大学生，用您的身份接官司，结果明白的案子都让他给打输了，孩子母亲崩溃抑郁，网上都是骂您的。门外那些人是来给孩子母亲讨公道的，说要让大家认清你这个行业败类，委托人们都不敢来了。秘书边说边递过手机，标题旁大大的豹子鲜红又刺目，无良律师违规收钱，无助母亲崩溃大哭。前些天我答应了做一款职场综艺的特邀嘉宾，刚好手上还有个紧急的案子要处理，就和节目组约定出差回来再参加录制，不想他们惊用我的名义，接了一个校园暴力的案子，辩护律师就是夏子熙。夏子熙3本大学毕业，能和一群985的学生做同事，也是节目组故意制造的噱头。开庭当天，他支支吾吾，连话都说不明白，案子自然败诉，当事人的母亲当场就哭晕过去。夏子熙是后发状态，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，辜负了大家的信任，在此我郑重向徐老师道歉，对不起，你那么信任我，让我用你的名义接案子，结果我却搞砸了。同时我还要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粉丝们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还配了哭得眼睛通红的4宫格自拍，我一眼就看出是专业的化妆手法，哪有哭那么狠眼睛都不中的。可惜他的一众粉丝看不明白，底下16的回复都在安慰他，子熙宝宝不哭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就是我们都看着呢，凌晨2点还在熟悉资料，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，子熙宝宝加油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节目组也紧接着发文，我们的节目是合法拍摄，借用许律师的身份接案子，已经经过许律师的同意，有转账记录为证，我们已经付过费用，对于此次的事件，我们深表遗憾。原本还有些理智的路人，看到节目组的消息彻底爆发了，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的律师？律师身份也是可以随便借的，据说还是业内有名的律师呢，他不是案子都是找人代打的吧？我本人就是律师，对这种行为十分不耻，这是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行为。隶属在一旁气得跺脚，许律师你不要着急，这些人就是跟风，你许大律师的名头那是货真价实，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打出来的，他们没有证据都在乱说，我将秘书的手机放到他手里，我急什么？该急的是他们，先入为主，颠倒黑白，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他们怕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。从大门向外看，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圈看热闹的人，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正举着手机激情比划，家人们，这就是那个无良律师的律所，无良律师收钱不办事，今天我虎哥就要替天行道，支持的家人们把小心心点起来，下面20-30号人也都举着手机，统一穿着打倒无良律师的 T 恤，对着虎哥和虎哥威武，这种律师还能开律所，今天就要让他知道人间是有正义的，真不要脸，转黑心钱，收了钱让别人替他打官司，这样的人就应该滚出律师界，无良律师滚出律师界。冷眼看着外边的闹剧，我一阵无语，不过是夏子熙和节目组的一面之词，就这么认定我是无良律师了，一群人云亦云，妄图博取眼球的乌合之众。我一把推开门走出门外，不知谁喊了一句，那个无良律师出来了，瞬间他们的手机摄像头就包围了我，领头虎哥不由分说的将摄像头对到我的脸上，家人们看好了，这就是那个无良律师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心蛋都是黑的，我皱着眉躲避镜头，没想到他却一把薅着我胸前的衣服拽了回来，心虚了是吧？今天有我虎哥在，我告诉你，你哪也去不了，今天就给家人们避避雷，以后这家律所再也别想骗人。我摸住虎哥的手腕，用了点巧劲，就将他的手背在了背后，开律所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没点本事早叫人欺负死了。虎哥瞬间脸涨得通红，手机也掉到了地上。哎，大家看到了，律师打人了，律师打人了，我冷冷的还是一周。周围人看着5大3粗的虎哥像小鸡展示的对我拎在手里，不由得都后退了一步，但手中的摄像头却是偷偷靠近了一些。根据刑法第290条规定，居中扰乱社会秩序，情节严重，致使工作无法进行，造成严重损失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。你们想试试吗？眼见不少人萌生了退役，虎哥大喊，大家都别听他的，法不责众，我们这么多人是替天行道，就是警察也管不了我们。我手中力道一紧，虎哥像虾米一样弯下身子，哦，还忘了你了，居中闹事，扰乱治安，对首要分子，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出来前我已经报警，想和警察聊聊吗？你这个贱人！虎哥分了一阵，想从我手下逃开，我顺势一退，虎哥踉踉跄跄摔倒在台阶下，我还顾四周的摄像头，无辜的举起双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你自己没站稳，可不怪我。虎哥指着我，你的半天说出话来，啪，
突然，一个鸡蛋砸到我的头上，黏腻的液体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。秘书急忙上前帮我擦拭，人群散开一条通道，一个穿白裙子的少女扶着一个披散着头发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。我记忆力很好，这少女是夏子熙，这个中年妇女很可能就是受害者家属了。中年妇女接替了虎哥的位置，冲上来双手扒着我的肩膀，不住摇晃。我花了10万的律师费，就为了给我儿子讨回一个公道。他们把他从楼梯上推下来，到现在都还躺在医院，没想到居然碰到你这么不负责任的律师，你还是个人吗？秘书冲上去抱住癫狂的妇女，女士，也冷静一下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家徐律师从来没收过你的钱呀。夏子熙眼睛红红的冲我深鞠一躬，徐律师对不起，我说过我不行的，我才刚毕业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您说说，我可以不管怎么打都行，可我还是搞砸了。说着落下泪来，哽咽着看向四周。许律师在外出差，眼见开庭的日子都到了，还没有回来，我和节目总没办法才出庭的。我相信许律师不是故意的，大家不要为难许律师。听到夏子熙的话，原本安静在周围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。夏小姐，你可知道恶意诽谤他人，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。夏子熙根本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站在原地连连摆手，将辩解了一句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不出话来。周围人看不过去，纷纷指责我对一个小姑娘太过刻薄。我刻薄？我只不过说了句实话，抵得上他给我泼的脏水刻薄吗？冷冷的飘零眼下仔细，我转向受害者的妈妈，女士，请你相信我，这家案子我毫不知情，一切都是他们自作主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免费帮你打官司，帮你讨回公道。中年妇女的眼睛亮了一瞬，露出思索的神情。旁边的虎哥握着手腕，大声嚷嚷道，你说不知情就不知情了，节目组都放出证据，你还收人家钱了。我盯着虎哥的眼睛，没有说话。虎哥躲闪着我的视线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我是收了节目组的钱，看吧，太承认收钱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火气，我是收了节目组的钱，但是他们请我去做特邀嘉宾的出场费，从始至终我从未答应让他们以我的名义接受案子。我许为行得正坐得直，从业以来一直秉持着专业公正的职业操守，10年以来如履薄冰，为我的每一个委托人竭尽全力争取合法权益，绝不会做出让别人用自己的名义接案子的事情。鉴于节目组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，损坏我的声誉，并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，我也向法院提出诉讼，并申请了公开审理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大可以开庭的那天来看。周围的人对我的话镇住，全场一时安静了下来。小赵，秘书赶紧上前一步，许律师，把在场的人都拍下来。我刚刚说了，要以居中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起诉他们，在场的一个也不要落下。秘书的手机刚掏出来，在场中人如梦初醒，纷纷掩面而逃。哼，一群胆小鬼。秘书看着四散而逃的背影，撇撇嘴表示不屑。这些人将镜头对准别人的时候理直气壮，怎么镜头对准自己的时候就心虚了呢？碍眼的人跑了干净。我将受害者妈妈请进了律所，她说她叫刘梅，是个单亲妈妈，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。2个月前，她儿子在学校被人从楼梯上推下来，双腿骨折，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擦伤，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不能下床。根据学校班主任的说法，他的儿子是自己摔下去的，只是学校的监控坏了，暂时不能证明。他求告无门，才想要通过法律求过公道。恰好他的邻居就是夏子熙，他说他正在参加一档职场综艺，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律师，可以帮他打官司。虽然期间他也有过疑虑，因为他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们口中那个很有名的律师，但因为钱已经交给了他们，又有夏子熙担保，还给他看了有我签字的合同，他只能选择相信。如今官司没打赢，钱也要不回来，又听信了夏子熙的说辞，这才找到了我们。冷静下来的女人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人骗了，哭着和我说道歉，并求我一定要帮他。我一边安慰他回家准备材料，一边叫来秘书，在网上发布了律师声明。鉴于节目组和夏子熙做出的一系列严重侵犯我名誉权的行为，恶意造谣，对我的生活、工作和精神状态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，在此我郑重通知，未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停止侵权行为，公开赔礼道歉，消除不良影响，并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。希望你们可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在接到本通知后，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并积极与我协商解决此事，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声明一出，网上一片哗然，再加上今早直播的那些人造势，大家对此事的说法众说纷纭，大家纷纷叫着让节目组和夏子熙出来给个说法。而我也在声明发布的第2天见到了节目组的副导演，大腹翩翩的男人坐在会议室的沙发上，一手盘着手串，一手端着茶杯，目光飘忽。见我出来，他上下打量我好几眼，你就是那个要求我们道歉赔偿的律师。那黏腻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无端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你是导演？哼，导演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男人不耐烦地斜了我一眼，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不就学了2天法律，就天天把打官司挂在嘴边，最后不还是想钱？只说吧，你要多少？我吹了吹杯中的茶水，不多，也就500万吧。多少？男人猛地站起来，腿一下子磕在了会议室的桌角上，还摔碎了放在桌上的茶杯。你抢钱呢？不是你问我想要多少的吗？那你也不能讹人啊。男人从右坐了回去，既不想拿钱，又不想公开道歉，影响节目的收视，世上哪有这般的好事？见我不肯松口，
副导演开始劝我不要得理不饶人，要懂得见好就收。如果我可以同意撤诉，并且不再在网上发布任何关于这件事的信息，节目组可以补偿我10万的精神损失，并可以让我多录几期节目，增加曝光。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跟我描述节目组做出了多大的让步，我这律所一天的流水有多少，被他们这么一搅和，我跟他们要500万都是便宜他们，10万块钱那还是受害人妈妈给他们的律师费，收了钱不办人事。再说用了我的名义，那本就应该是给我的，这节目组真是打得一手的好算盘，500万1分都不能少。如果你做不了主，就找不能做主的来，你就是有病。既然说服不了我，副导演狠狠地捶了几下桌子，起身就要走。慢着，怎么？副导演惊喜地回头，你想通了？不是，你摔了我的杯子，得赔我，不然我不介意，也给你发一道律师函，毕竟你也知道，我们就是直接打官司吃饭的吗？副导演被我气了的倒仰，在给我转了200块之后，像是被瘟神撵着一般，慢慢咧咧地走出了律所。我则心情大好地叫来秘书，今天我高兴，请全律所的人喝奶茶。刚送走了一个碍眼的人，就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夏子熙坐在刚刚副导演的位置上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就是哭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看他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可能是哭累了，他终于抬头看我，张口便是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无钱无势，只能听从节目组的安排。如今我闹成这样，他节目也录不了，还要说网上舆论的困扰，已经快要抑郁了。如果我不能撤诉，节目组说这一切就都要他来承担，光为月经就是一笔天文数字，希望我高抬贵手，给他一条生路。我听了直打哈欠，直接出言打断，违约金的数额有多少？若是你觉得不合理，我可以帮你起诉节目组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夏子熙脑子有些宕机，直到接过我手里的名片，才回过神来。哎，不是，徐律师，我不是要和节目组打官司，我是在说你撤诉的事，如果你可以答应的话，我下辈子当牛做马，感谢你。我无语到极致，不由嗤笑出声。副导演好歹还给的是真金白银，怎么这个小姑娘就给我画个饼呢？我从业实在，不敢说从无败绩，但每一个我接手的案子都是亲力亲为，尽心竭力，努力让每一个委托人都得到应有的公道。我完美的职业生涯如今被他们铺上这么一大片脏水，他们一个想用钱了事，一个想卖惨打动我，他们既不尊重律师这个职业，也不尊重我。夏小姐，请回吧。不耐烦再听他说一些废话，我下了朱科令。眼见我有眼不进，夏子熙突然收起了眼泪，换了一副样子。许巍，你真以为你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吗？我真是要被气笑了，这不明白的是吗？他们对外一直宣称是经过我的同意，我受益的，但我深知他们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，这样的官司我要打不赢还做什么律师？这档节目的导演你知道是谁吗？得罪了他，你以为你以后还能做律师？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但你不知好歹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夏子熙的话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若是这么轻易就被几句恐吓的话吓倒，我也不用吃律师这碗饭了。只是这回的事好像有些麻烦，这天我刚到律所，外边就吵吵嚷嚷冲进了一群人，他们戴着帽子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手上提着棍子，进门就喊许巍呢。秘书见状不好，赶忙进办公室，想让我出去避一避，结果还没走出门口，就被人一脚踹开了房门。你就是许巍？我死死掐住手心，控制忍不住兴奋的发抖的身体。是我？你们是谁？那你不用管，你挡了别人的路，有人让我来收拾你。兄弟们，咋？我警告他们我已经报警，警察很快就到，没想到一群人反而笑起来，让我慢慢等警察。我一看这个情况，心灵也有了底，等他们砸的差不多了，纷纷秘书切掉监控，关上大门开始反击。我6岁就被父母送去少林寺学艺，18岁出师，既然他们不想听我讲道理，那我只能和他们论论拳脚。1刻钟之后，地上歪七扭八躺了一地的人，我搜走了为首之人的手机，在他的手机里找到最近的通话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最近的一笔大额转账记录，我让他们挨个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。做完这些，警笛声才慢悠悠响起。你完了，你打了我们，等着蹲局子吧。警察走进门来，一群人叫嚣着要警察为他们做主，结果在看到为首的警察与我熟络的打招呼后，眼睛都要瞪出来了。你以为就你们有人吗？告诉你们，我打的根本就不是报警电话，我打的是警察的私人电话。行了，别贫了，既给我找麻烦，身为律师怎么能为几个警察朋友呢？许巍，你等着，等老子出来，有你好看的。哦，那你可以快点。非法侵入住宅，故意毁坏财物，寻衅滋事，这案子随便丢给我们这里一个实习生，都能判你个7年5年的。转头看了一片演艺团级的律所，让秘书通知大家受惊了，给大家放假，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开始整理资料。虽然人送派出所了，但我这损失总要找人赔吧。隔天，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2审开庭，我按照约定出面做原告的律师，打过多起案子的我已经将流程烂熟于心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。案子很简单，学校坏了的监控在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找回了丢失的片段，只是被告狡辩是失手将人推倒，并不承认长期对原告进行霸凌。不过一切在多位同班同学的指认下，真相无处躲藏。但是反方律师就只有人证没有物证提出了质疑，被告也反咬一口，说是原告和一番证人对他进行了孤立和霸凌，他一时气急才失手推了原告。原告妈妈被这番颠倒黑白的话气得几欲吐血，哭声被咽在喉咙里，捶胸口的声音在我耳边喷喷作响。庭下也出现一阵骚动，虎哥一群人扯着嗓子喊，我就说他是无良律师，什么讨回公道，都是骗人的，他就是个废物。
法官敲招法垂喊肃静，我盯着被告席上的恶魔，他洋洋得意地回望着我，隶属匆匆来到我的身旁，将一个 U 盘放到我的手里。如果人证不够充分的话，那这些视频呢 ？U 盘被呈上去作为新的证据，里面是他近1年来霸凌同学的记录。这个恶魔不仅霸凌同学，还有拍摄视频的爱好，还胆大妄为地发在外网上供人取乐。我几乎都可以想象出，他在阴暗的角落里拿着视频，回味自己恶行的丑恶嘴脸。门外走进了一群人，是他和他的同伴一起霸凌过的学生，是我这段时间以来一个一个走访过的家庭。如果一个人不敢反抗，那一群人聚集起来，还不敢反抗吗？最后被曝光在阳光之下，论魔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虎哥一行人冲过来，我下意识的抬手，虎哥讪讪的把手里的手机往后藏了藏。徐律师，我们都错怪你了，我们看了你这场官司，不仅帮了原告，还帮了这么多人，你真是一个好律师。我扫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，满屏飘的都是打脸了吧的弹幕。虎哥不好意思的闹头，混口饭吃，混口饭吃。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身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，你需要为你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。不是，许律师，我也是被人骗了呀，这不能怪我呀。晚了，我扭头从秘书的文件夹里抽出一份律师函，散布谣言，编造虚假信息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和你的兄弟们准备赔偿吧。哎，不是，我也没干什么呀，这不能赖我呀。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若不是我的心脏够强大，怕不是早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谣言气死了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法不责众也不是不负责任的托词，既然做了，就要承担应有的责任，成功帮被霸凌儿童讨回了公道。我在网上的风评有了扭转，一些真实的声音渐渐被看见，曾经前我打过官司的人一个接一个发声，为我证明，以前被混淆了视频的路人也赚了风向。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小波折，比如给我发恐吓信，给律所大门扑鸡血，半夜跟踪我等，但在我眼中也不过黔驴技穷霸华，根本造不成威胁。很快来到了开庭的日子，因为此事在网上发酵的时间足够长，不少记者和直播网红都闻风而动，架起了手机摄像。下车的时候，我甚至一直都没分清我是来打官司还是走红毯的。不过节目组以侵犯商业隐私的名义拒绝了公开审理，这些人再着急也只能在庭外等消息。夏子熙跟着一个说了个小便的中年男人进场，看周围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，应该就是节目组的总导演了。徐小姐，就闻大名啊。我看着伸过来的手没有动，刘导才是百闻不如一见。相信这件事给许小姐也大概许多困扰。许小姐上场官司我看了，打得很不错嘛。不论今天结果如何，刘某都想交许小姐这个朋友。我看着面前笑容不达眼底的男人，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。成功刘导看得起，但我这种小人物还是不要高攀了。法官太平，我以节目组和夏子熙未经允许，假借我的身份接受案件，并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，导致我名受损为由，要求节目组和夏子熙退还受害者妈妈的代理费，停止侵害，赔礼道歉，恢复名誉，并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，同时提交了受害者妈妈的供词、网络截图等一系列证据。没想到不仅节目组拒不承认自己的行为，就连法官也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我的诉讼，甚至节目组还提供了我亲笔签署的委托夏子熙代理案件的合同，直接就令我败诉。走出法院的大门，在外等候的记者博主拿着大大小小的话筒直接围了过来。许小姐，许小姐，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吗？许小姐，有人说你败诉了，这是真的吗？面对四面八方的询问，我在同事的帮助下几乎是狼狈的逃离现场。透过后视镜看到刘导从容不迫地接受记者的询问，我死死咬住了后槽牙。我从未签过什么委托书，单上面确实是我的字迹，这是一定有蹊跷。因为败诉，网上铺天盖地一片恶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收到了节目组的律师函，因为我未能按时参加节目录制，并且影响了节目形象，不仅要赔偿违约金，还要赔偿节目组的损失。我何曾受过这般的温暖气，直接在节目组的官方声明中回复我还会上诉。在谎言与假象的迷雾中，真相是那盏永不熄灭的明灯，迟早会刺破黑暗，让一切虚假无所遁形。但放下手机，我又开始发愁。话虽放了出去，但问题是我如何证明那份签字不是我的？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律所也出了问题，因为网上的舆论太过厉害。原本有一项选择我们的客户都纷纷表示在考虑下，已经签订了委托合同的客户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失，不仅要求律所退还费用，还要赔偿他们的损失。我一边面对手机上不断打过来的骚扰电话以及不堪入目的私信，一边处理律所的善后事件，短短3天就有些力不从心起来。好在我律所的同事们与我共事多年，都纷纷安慰我不要灰心，他们愿与我共进退。大家纷纷联系朋友，看有没有办法。躲在天台的桌子下喝酒的时候，做警察的朋友找了过来。怎么，律政界的铁娘子也有如此狼狈的时候？他拎着2瓶啤酒，蹲下身好笑的看着我。他们说你在天台，我上来找不到你，可是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怎么，你怕我跳下去？我冲他翻了个白眼。怎会，我可是来帮你的。你先告诉我，那份合同你到底签了没有？你没看它，我是傻子吗？会签的玩意儿，我就签了一份同意参加录制的合同，那就没错了。再次站在原告席上，我看着对面的刘导、夏子熙、副导演一个个落座，举证、问讯一模一样的流程终又开始。只不过在那份签了我名字的合同再次被拿出来之后，我提出了质疑。那张纸出看和别的纸张一样，但若细看便会发现它的厚度明显比正常的纸张薄了一半。在古代有种名画造假的方法，叫做揭2层，就是寻找墨色渗透画质的作品，使用特殊的工具和技巧，将画质的表层揭下一层。
接下一层后，原来的一幅画就变成了2幅新画。当然这种做法说起来简单，真正做起来却需要极高的技巧。不过刘导演作为娱乐圈内出名的导演，认识1-2个熟悉奇技淫巧的能工巧匠并不是问题，而我签字都是用的钢笔，这就给他们造假留下的机会。真相被揭开，全场一片哗然。刘导一个眼风扫到副导演身上，副导演瑟缩着肩膀无处可躲，是他，这件事都是他做的。夏子熙被选中参加这档节目，原本就是用来做那些天之骄子的对照组，眼见一同入职的同事陆续都接了案子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做着打印资料、整理文件的实习生工作。夏子熙心里的嫉妒像野草一样疯长。校园霸凌这种案子自带流量，天生站在正义的方向，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的夏子熙，趁我不在的机会，先是取得了邻居阿姨的信任，又说服了导演让他上场。若是案子赢了，3本学生打败985大学学霸的爽跟戏码，必将为节目带来一波热度；若是输了，对节目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导演自然乐见其成。只可惜成也流量，败也流良，当舆论的烈马上场，去向将在不受任何人的控制，事情败落的第一时间，他们不想着如何承认错误，反而为了降低事件对节目的影响，妄想用我的职业生涯铺就他们的青云路。不是我只是提了建议。是他，夏子熙的手指本想指向刘导，却又在半路转了方向。是他，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法官大人，你要为我做主，我这里有录音，都是他安排人做的。夏子熙哆了嗦嗦从怀里掏出录音笔，被旁边冲过去的副导演一下撞落在地。贱人，你阴我，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会同意帮你？啪！夏子熙被打得倒在地上，顾不上自己脸上火辣辣的痛感，他趴在地上去勾不远处的录音笔，又被去抢录音笔的副导演一脚踩在手上。尖锐的女声回荡在法庭上方，紧接着又是男人的怒吼。为了阻拦去捡笔的副导演，夏子熙一口咬在他的小腿上，即便被挣扎的副导演把他满脸是血意也未松口。我饶有兴趣的看着这狗咬狗的戏码，只恨出门的时候没在口袋里装2把瓜子。监视场上的情况故意复杂，法官决定暂时休庭，延期暂审。离庭的时候，对控制住的2人还在对骂，信息量之丰富，便说我这个靠嘴皮子吃饭的律师都自叹腐辱。再次见到3人，是在饭店的包厢，要我来的朋友一脸尴尬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，和气生财嘛。刘导快不走上来，将我往西间让，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许小姐千万要给刘某这个不灭呀。俗话说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实施然坐在了主位上。相比那天金贵的态度，刘导今天的态度不得不说恭敬。夏子熙虽然鼻青脸肿，但也坐在一旁努力挤出笑脸。至于当初恨不得把眼睛飘到天花板上的副导演，全程端菜添酒。许小姐，这件事呢，是我们的不对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？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刘导终于开始了今天晚上的正餐。刘导的意思是，我面露不解，只要许小姐撤诉，500万码，就当叫许小姐这个朋友了。桌下，刘导轻轻将一物放在我的手里，我摸索了一下，是张一行卡。我面露为难之色，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只是你也知道，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我若是撤诉，这律所就关门大吉了，我手下几十号人也要吃饭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有的，副导演赶紧凑上来，又往杯子里添了点茶水，到时候就说这一切都是子熙的主意，再找一些水军发评论，报几条娱乐新闻，那些网友们都没什么脑子，注意力很快就被转移了。我看向一旁从进门起就一直安静低头的夏子熙，似是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命运，听到副导演的话，眼睛都会抬起一下，听着他们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就决定了别人的命运。我酒气上冲，一是有些恶心，想逼我的案子，也是他们就这般在酒桌上就3言2语拍了板，我们就像剧本里的演员，要顺着他们的心意，走向他们为我们安排好的结局。从厕所里出来，不出意外的在洗手池旁遇见了夏子熙，他跪在地上向我哭诉，不应该起了不应有的心思，他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。他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他想被父母看见，想让父母承认自己的优秀，不想一毕业就被父母安排嫁给挑好的富家，给哥哥换彩礼。只是他脑子不聪明，上的学也只是个普通本科，在这个重本变的走，本科多如狗的城市，他光活着就已经很艰难了。他太想证明自己，一不小心就走了歪路，哭到动情的时候，他甚至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朝自己的手腕割了下去。我无动于衷的看着他，他不知道他和节目组的污蔑会为我带来多大的困扰吗？他不知道就为了他想证明自己，差点毁了一个律师的职业生涯吗？他知道，但他依然做了。相信这些天的网暴已经让他尝到了我当初的滋味，若我当初求他，他会出来为我作证吗？不会的，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。鲜血四溅的场面并没有出现，他停下动作，泪眼婆娑的看着我，你不拦一拦吗？我叹了一口气，俯下身指视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很漂亮，就像网上说的那样，盛满清澈的愚蠢。可惜我知道这只是表象，只要一点点利益，就可以勾动水面下那片脏的欲望。我斥长你几岁，今日就托大教你进入社会的第一课，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哦对了，我转身回头，还有不要惹律师。最后一次开庭我没有出席，全权交给了自己的秘书负责，因为证据确凿，所以结果出来的很是顺利。节目组在网上公开向我道歉，还原事情的真相，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补偿。节目因此网友自觉抵制，只能紧急更换导演，但也就不了一路下滑的收视率。副导演因为伪造证据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夏子熙作为同伙也被判处了6个月的有期徒刑。即便出来以后也再也当不成律师了，
对于一心想要证明自己，成为专业律师的他来说，应该也是不小的打击。据说两人因为受不了这个结果，在法庭上四处攀摇，牵扯出导演不仅示意他们雇佣水军对我进行网暴，还雇人对我的律所进行了打砸，恐吓威胁我停止上诉。三人因此反不成仇，在法庭上就扭打成一团。秘书回来的时候跟我描述的惟妙惟肖，恨不能亲自让我看看我的律所重新开张，一切又都不入了正规。大家接到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根据我提供的昵称、IP 地址、链接网络截图等资料，对当初在网络上网暴的那些人进行起诉。情节较轻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一时之间，网络风气变好了不少，不少人纷纷夸赞，早就该对那些键盘侠下手了，但苦于普通人想要维权太难太复杂，纵容他们逍遥法外。但是也有人说我此举过于小肚鸡肠，不过谁在意呢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不要惹律师，特别是我这种爱较真用于耐心的律师。全文完结。